人生游戏是一种桌面棋盘类的游戏，追根溯源的话，有100多年的历史。现代版本的人生游戏在上世纪60年代诞生，是米尔顿·布拉德利公司推出的棋盘玩具，后来的版权归属于孩之宝。而在日本，这种棋盘玩具的版权属于特嘉利，也就是拥有变形金刚玩具的公司，和多美公司合并后，现在叫特嘉利多美。人生游戏的特点是在棋盘上模拟一个人从小到大的人生历程，包括上学、工作、结婚生子，直到退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玩法也发生了多次的迭代，直到现在都经久不衰。随着后来电子游戏行业的兴起，人生游戏也成了桌面类电子游戏里的一个分支类别。广义上来说，所有采用了这种模拟从小到大人生历程的电子游戏都属于人生游戏。像是之前在我的红白机系列里介绍过的一款泰东发行的爆笑人生剧场就属于这个类型。但还有一种说法，只有特嘉利公司自己推出或者是授权了的这类作品才能叫人生游戏。就好比会变形的机器人很多，但只有变形金刚才能叫变形金刚，会变形的高达它还是高达。仅就特嘉利自己或者授权推出的这类游戏就非常多，几十年来一直都有新作。今天介绍的这款游游人生虽然名字不同，但也属于有授权的嫡系亲属，而且是官方的开山之作。从开始画面进入游戏后，在起名字的阶段设置游玩人数，最多5个角色，可以全是玩家或者最多4个电脑。扔骰子比点数的大小决定每个角色的行动顺序，然后在10种预设好的角色头像里选择，还得选择汽车的颜色。获胜条件是在角色到达棋盘终点的时候，拥有金钱最多的人赢得胜利。在棋盘上扔骰子，点数从1到10点，像一个轮盘一样转动，角色根据得到的点数开车在棋盘上移动。因为是官方的授权，所以整体的规则和游玩元素几乎严格地遵循了原版的棋盘游戏。在当时看来，利用棋盘玩具的人气就能直接收获大批玩家是个合理的策略，但同时也限制了作为一款电子游戏所能拓展的内容。每个角色从选择直接工作或者是上大学开始，有不同的职业，这些职业可以通过完成特定方格或者是活动来升级，薪水也会相应的提高。每个职业的薪水按等级划分，还可以选择是否购买各种保险。停留或者经过发薪日的格子时，根据职业从银行领取工资。还有类似的这种格子，即便只是经过，轮盘上还有剩余的数字，也必须暂时停止，并且发生对应的事件。当经过教堂的格子，就得完成重大的人生事件——结婚。令人很无语的是，你的结婚对象是在5个长得一模一样的房子里随机选中的一张脸孔，后面还要经历买房，停了在医院能生孩子，停在赌场图案的地点可以花钱下注，投注1到10对应的点数，然后扔骰子。官方这个版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内容，当角色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会有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的机会。如果是处于负债的状态，有可能利用这次机会翻盘。在轮盘上选择一个数字并转动它，选中该数字的话就能赢得巨额的奖金，所以只有1/10的概率。但如果没有猜中数字，几乎失去所有的财产，最终的归宿是留在叫做开拓地的地方，每回合转动轮盘获得小额的补偿金，直到其他的玩家都到达终点。本作和印象中很多的桌面棋盘类的电子游戏还是有些区别的，虽然基本上也是靠运气决定胜负，但游戏里很大一部分的格子都是固定的内容。在这些格子里，玩家能自己掌握的就是选择是或者否，又或者转动轮盘上的数字决定损失和得到的金额多少。这种严格遵循原版棋盘规则的设计，放到电子游戏当中会显得有些呆板，趣味性比那些有丰富随机内容的要差一些。而且正常游玩的过程当中没有小游戏，仅仅是通过特定的秘技能进入一个专属的小游戏场景，这个小游戏和棋盘的内容也没有关联。虽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在当年 PCE 游戏阵容匮乏的初期，这款游游人生作为人生游戏的首个授权作品也是相当受欢迎的。